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现在是采风成长之路的直播间，也是我们建立了一个关于留学生和新移民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心理上的支持。那今天是我们今天第一次直播哈，我们采取了一个访谈的一个形式。一会儿呢，我们会邀请我们这2位正在加拿大上学的留学生来给我们分享他们的留学的经历。那首先特别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今天的直播哈。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哈。我叫吕萌，也可以叫我阿萌。我现在呢是一名国际认证的教练，我也是这个平台的创始人。建立这个平台的初衷呢，有2个关键词，一个呢就是家园。那我希望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平台，给大家，无论是准备来加拿大，还是说已经来到加拿大的伙伴们哈，留学生也好，移民的家庭也好，希望给大家一个能够在这里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一个有温度、有爱的一个家园。还有一个关键词呢，就是桥梁。那么对于想来到加拿大留学和移民的家庭来讲呢，可能他们需要一些更多的信息，可能他们需要一些新的支持。所以呢，这个桥梁希望能在我们这个平台给大家贡献我们在这儿的力量，贡献我们在这儿的信息。所以特别欢迎大家哈。那我现在要隆重的推出我们今天的2位嘉宾哈。我们今天这2位嘉宾呢，都是正在加拿大萨省留学的留学生。那首先呢，这位是佩南，他现在正在萨大读大1。那这位呢是我们的 Kevin， 然后他现在呢正在读高中。那邀请 Kevin 和佩南哈，他们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嗨，大家好，我是2021年年底登陆加拿大的一个学生，现在是在上大一新生，我读了1年半的一个语言班。对，就这样吧。你现在在读什么专业呀？我现在读的是商科，还没有具体划分专业。好的呀。但是大概是在大几会划分？我们大概就大3会有一个分流吧，就会选具体的专业，大1、大2就修学分就可以了。今年就修了4门课，目前状态感觉还蛮好的。好啊，好啊，好，一会儿我们再详细的问佩南他的学业哈。那Kevin呢？我呢，就是也是跟他一样，差不多时候来的，然后现在正在上高3。好的好的，欢迎我们的佩南和 Kevin 啊。那你们也都是来到加拿大一段时间了哈，就现在适应的怎么样啊？学业上、生活上？我怎么觉得你们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刚才明明说不紧张。目前来说还蛮好的，因为这边的不管同学或者就接触的人与事都蛮顺利的。所以这一年半吧，算是我准确的来这里，都是蛮好的。然后经过了语言班的学习，现在正式进入大1的课程，这都蛮好的。主要这边的同学都是很热情的，一般上有什么困难都很乐意去帮助的，无论是中国的学生还是外国的学生，都蛮好的。导致我好像没遇到什么特别难的事，所以在这里生活的挺开心的。我能感觉到佩南的适应能力特别强。因为你也是只身一个人过来的嘛。你刚过来的时候是先上的语言班是吧？是的。当时没有国内疫情嘛，就没有考那个雅思，然后我们学校是可以读一个语言班，去作为你的语言成绩，然后再进行大学的课程。然后我就选择读了个语言班，因为没有语言成绩，所以从头开始读，就从第1期升到第4期，就每一科都毕业，你才能拿到一个语言成绩，然后进入大学。然后我就读满了4期，然后在今年的4月初读完了。然后刚好有个暑假的时间，我选择了回国，从5到9月份是个暑假假期，就回国了。然后今年9月份来，就是大一新生了。然后现在是期末考试的时间，马上就考完最后一门考试，就开始进入寒假了。说到这个语言哈，可能不管是留学还是移民，其实来到一个这个英语为主的这样一个国家，可能语言就是最大的一关哈。那在这方面，佩南和 Kevin， 你们有什么建议，或者你们当时走过哪些弯路？对于我来说，这个语言班时间有些太漫长了，因为它第1期、第2期、第3期、第4期，这4期都是近乎一样的内容。
然后每一期只是稍微增加了一些难度，但是如果没必要，就尽量考一个雅思成绩。我们学校大部分专业一个6.5分就够了，感觉你既然是来上大学的，6.5分的雅思成绩，短时间去突破一下还是 OK 的。毕竟8.0人家都说简单了。对。然后他这个老师主要是语言班老师，更多的教你的是一些生活中的技能。对。他那也是闲聊中的，上课还是正经上课的，但那些内容听说读写都很简单。然后再加上打分都是一个老师给你打的，他教你3个月多少还有点感情分的，所以你很好的就可以顺利的毕业。当然也有同学没有毕业，但是那个同学都太扯淡了，所以好好学都是没问题的。所以，但是这个语言班时间太长了，一期就3个月，然后休1个月，等于说4个月一期。4期读下来16个月，就浪费了很多时间。小1年半的时间。对，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4期一样的内容。一样的内容。对，几乎一样内容，只是每一期就稍微难一点点。就考试的稍微难一点点，就要求高一点。所以尽量我还是就如果来这里读一个雅思成绩，或者就选择上最后一期的一个语言班，可以提前适应一下这边的环境。是的，是的。这中间一个是关于大家的一个语言自己的一个目前的英语水平哈，这是要考就是衡量的。还有就是说，那你提前读语言班可能要那么提前过来就有相应的这个生活上的支出啊，还有学费上的支出，可能这个也是留学家庭需要考虑的一件事情。对，说起这个支出了，语言班一期5600刀，很贵的。4期就好2万多。然后我本科读了4门，加起来也就14000多。对，4期完全碾压我4门课的价格。对。所以为了省点钱哈，也是可以考虑，还是好好把这个英文在国内先学好了，考好雅思再过来。对，而且上了大学之后，可能上来就是全英文的一个上课的环境了。那语言的好坏，然后包括你去做作业也好，然后做讨论也好，跟同学交流也好，可能这个上来就要用起来了。对，你即使我在这边读了语言班，你去听一个大学的课程还是很难去听懂的。因为一节课可能1个半小时90分钟，有的甚至3小时的课，你全部集中精力去听懂它的也是很难的。倒不如不读那个语言班，直接就上来，你感受到压力，你才会有那种学习欲望。因为那个语言班很轻松，一周就上5天课，然后1天也就1节课，你这种学习氛围下就很难刺激你去把英语学好。如果你直接上课，就像大一就突然紧张起来，你会感觉到英语的重要性，是的，就会加速你的学习状态。那你现在开学也是有几个月，1个学期了。你现在觉得就是从刚开学的那个刚适应的那个阶段到现在，你的那个语言在学校学业方面，你觉得适应的怎么样呢？还是蛮难的。你完全去听懂老师的课，对我来说还是蛮难的。更多的还是你要提前去看一些课本，它会有那个 PPT， 就那些课件都会提前有的，你在你的课程表里都能看到。然后你提前预习一下，你才能知道老师在讲什么。有些单词你确实是平时很难用到的，你根本听不懂。然后更多的还是就是结合自己的一个提前预习吧，去学习这门课。然后考试这边的考试，因为我是国内高中普高来的，所以感觉这边的考试不是为了考试你就来难为你，它真的只是课本上内容，所以你基本上上课听了，你把这门课过掉是很容易的，但你想达到一个优秀的，还是要下点功夫。对，说的特别好哈。谢谢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我看到你们在点赞好开心啊！我看到爱心丽丽问是什么专业？我们现在佩南刚才分享的佩南，它是商科，是下边的商科专业。学校方面会提供些什么帮助吗？如果上课听不懂的话，我们这位网友问到。上课听不懂，你一个班一个教室，如果你报了大课，一个教室100多个学生，你不可能完全就为你一个人单独听不懂去提供什么帮助的，所以还要靠自己的。对，因为他要求一个雅思6.5去进大学，就是让你基本有听课的实力。你能跟得上，至少是。对，你大致能听懂就可以了。明白。对，明白。
其实，在课下的时间，因为你还有去看课程资料，还有跟同学的交流，然后其实，在听说读写方面，那么一边上学，可能也在同步的提升你的这些方面的语言能力，是这样吧？是的，因为就我们萨大而言，它的语言环境还是蛮好的。就像这学期报了4门课，很不幸只遇见1、2个中国同学，然后甚至有一门课就完全是外国人，然后你甚至有小组讨论作业，你就不得不把自己的英语去提上去。当时面对这个小组的时候很崩溃，就完全英语交流，害怕自己听不懂，但人都蛮好的。一开始知道你可能有语言障碍，就会，他们都是本地人，他们就说我们可以把最简单的部分教给你。然后就蛮好的，这边的学生都互相理解的，所以也不要担心自己语言不好什么的问题，就大胆去学习就好，大胆去交流，放开交流，慢慢的就蛮好的。是的。这点其实不光是对于留学生哈，像对于新移民来讲的话，语言也是一个大坎儿。那么很多人过来的时候，可能语言基础还没有像留学生这么好，但是其实需要把心态去打开，因为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它来自全世界哪里的人都有，很多人也是不是母语讲英语，或者来的时候根本就不会说英语。那这边也有很多机构啊，然后提供一些免费的课程，包括大学里面也是有这种相应的一些课程和辅助。当然了，最关键其实还是靠自己，比如考雅思，其实最后还是看自己。一个是把心态要去放平和打开，更好的去和当地人交流哈。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是要靠自己去努力。这时候呢，我们就要问问我们的小学霸 Kevin 了哈。Kevin 在来的时候，那他的语言是一个怎么样的准备情况？Kevin，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吧。我刚来的时候就是呢，应该是11年级嘛，就是高2嘛。然后刚来的时候，我相信多数学校应该都会给你一张类似于卷子嘛，给你做个摸底测试。然后根据那个摸底给你分课，因为要选课嘛，所有人的课是不一样的。然后反正我忘了我那个考试是多少了，但是我刚来的时候是没有上过那个，就是他们说那个叫什么东西？语言班。那个 English secondary language ESL 那个东西，我没上过那个，然后我就觉得应该考得不错的。然后，但是嘛，还是国内的英语刚来这应付下，我觉得还是问题不大的。但是越上发现可能有点不对劲了，因为有的课嘛，物理、化学那种的，要用到很多专业术语，但是在国内你不可能特意去学这个东西，都是学一些什么应试那种东西的，所以遇上这种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相信如果肯学的话，慢慢学还是能学上来，应该都是问题不大的。然后交流这东西呢，我觉得吧，这个可能你就是不能等着人家来跟你交流，你得主动出击，去跟人家聊。所以还是我觉得还是更多是靠自己吧，语言这方面的，就是不要等着别人来帮你，自己靠自己学。还有你来之前是不是也是做了很多语言上的一些努力和准备？我刚来的时候就是没怎么特意去学这个东西，就是比如有时候看看电影啊，打打游戏啊什么的，就看原版的英文电影。对，然后但是不是特意去看的，就是纯是这种什么新片上映了就想去看那种的，然后闲着没事儿或者父母不让玩游戏的时候，我就买2本那个京东淘宝上买2本纯英文的原著嘛，或者电子书也不贵，自己闲着没事看的嘛。闲着没事啊，看英文原版的电影，这就是学霸是如何打造的哈。所以看到我们这个小留学生们哈，他们其实很有自己的准备和想法，对于自己的这个过来的适应和这个学业上的这个规划，刚才普及一下，刚才Kevin 提到的这个 ESL 其实是加拿大这边对于母语不是英语的这些留学生，尤其是从小学到高中啊，都有提供这种英文的一个辅助的课程，会根据孩子们的一个自己的实际的英语水平来给你匹配单独去在学校去上的一个这个英语的辅助的课程。我们家孩子呢现在是在小学3年级，他现在也在上这个 ESL 课，那么也是平时别的同学可能在上其他课程的时候哈，这个时候就专门有 ESL 的老师把这些母语不是英文的这些孩子们呢单独拉出来，然后根据他们的水平去进行一个英文的学习，慢慢的通过可能几年的时间哈，慢慢的让这些母语不是英文的孩子的英文情况呢能够完全匹配上这个当地的这个孩子母语是英文的孩子，到了这种水平之后，以后就不需要再上了。所以刚才Kevin也提到，就是说当你来了之后，可能做一个测试，如果你的
语言可能还没有达到当地学生的这个语言的水平的话，可能就要去上这个 ESL 的这样的课程。但是如果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努力哈，尽快让自己的语言水平能够达到了这个当地的水平的话，那可能就不需要单独再去花这个时间来上ESL课，更多的精力可以放在自己的这个专业上，学分上了。那正好说到那个这里哈，因为 Kevin 现在是相当于国内高3的学生，马上就申请大学的一个 extra year 相当于高4嘛。马上就要申请，明年就要上大学的这样一阶段了啊。那 Kevin，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边就是是通过什么方式去申请大学？因为它和国内的高考的机制还是不太一样的。是的，对，它这边没有高考，但是呢，它这边多数大学它有2个申请时间段，一个是2月份，一个就是，但是2月份入学吧，基本上没有2月份有，但是可能相较于是暑假入学，我感觉还是暑假入学可能更好一点吧，除非特别忙了。因为暑假吧，你有更多时间准备嘛。2月份他插班进去，可能你刚进的时候也适应不了，没那么多时间准备这些。因为人家相当于2月份入学，跟人家正常暑假入学的来比，你已经慢了相当于半年了。所以说，但是申请大学呢，就是国内的我不知道，但是这边的，就是相当于，2月份先提交一个期中成绩，就是相当于先给人家初步的给一个印象嘛，然后。等6月份下个学期的结束了，再把所有东西一股脑给人家，然后让人假如说考雅思呀，或者看专业，比如申请的艺术类专业，需要作品集嘛，然后如果不是艺术类的，什么普通数学啊那些东西的，就不需要嘛。但是基本上2月份和期末考试后，这是2个节点，比较重要的2个节点，就是基本就是看12年级的一个期中成绩，一个期末成绩。所以平时的在高中的时候，你的12年级的这个期中、期末成绩，还有平时成绩也都很重要的，这个可能关系到这个申请大学的这个分数。对，还有什么吗？是对申请大学比较有帮助的？就是考雅思嘛。雅思这个东西，越高越好。对，越高越好。Kevin 之前雅思也是考了8分，相当的棒。对。那你在这儿就是作为，因为 Kevin 刚刚也是拿到了2所加拿大顶级大学哈，一所多大，一所麦吉尔的这个 pre-offer， 是的，特别厉害哈。那你在这里就是对大家是如何选择专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这个我感觉更多是，先看适合哪个，比如说那个怎么，因为选专业这还是要尽早的，因为它会影响到你高中上什么课的。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还是医学啊、艺术类的。打个比方吧，假如要学物理的话，物理那可能从高2的时候选课就可能跟别的人不一样了，因为你走的是物理项的，不是走的是木项的或者文科项，所以说选的课还是要尽早选，然后选专业要尽早选，然后选专业选什么专业，我感觉更多是得先看那个对难易度对自己来讲，应该再选自己能学得进去的，不能选一个特别难的自己还不愿意学，那到了大学我感觉也是浪费学费的。是的。自己还是感兴趣，能够真的是把它这个学会学懂的。对，然后我觉得第2就是考虑未来嘛，职业规划这种的。是的。就是综合一下嘛，就是现在市场找到自己喜欢的，然后以后又能挣钱的，我感觉这是最好的了。对。在你选专业的这个过程中哈，你的就主要是听从比如自己的这个喜好呢，还是比如说家人的一些建议呀，或者是比如说来自一些学长的一些建议？这个我觉得都可以综合考虑一下吧。但是就我来讲，我会说，70%左右是看我自己的。只要我觉得不去选那种特别冷门的专业，或者说就业难度比较大的专业，我觉得其实都差不多可能。比如金融啊，然后那种医学类啊，但是医学类可能有点太高难度了。对，在这边医学类高难度了，就是。确实是。然后数学那种理科类嘛，这些都算比较好就业的，我觉得。我看有人问哈，就是 Kevin 现在是留学生的身份还是本地生的身份？Kevin 现在是算是留学生，拿的那个留学签证。是的，是的。在这边哈，像 Kevin 这样的这个中学生、高中生，那么如果你是本地学生的话，或者是你是有 PR 身份的这样的学生的话，其实你是基本上没有学费的是只有学杂的这些哈，对。但是留学生还是对是有留学生的这个学费，挺贵的。是的，是的。
大家有什么提问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打出来哈，然后我会随时关注我们直播间的提问。钱说是 EAL 是 EAL 课是吧？对 EAL， 可能每个地方叫法不一样嘛。OK， 对，但那都是一个东西的。谢谢。好的。那现在这个佩楠当时是选专业的时候是怎么来考虑的？哦，我家就很随便，因为我是算是我家第2个大学生，然后我也是第1个留学出来的。当时我父母都不知道留学这条路怎么走，然后就说我给你提供这个条件，你去不去吧？然后我说为何不去？我就高考，我是21年吧，21年那年本来高考的，然后我父亲就给我这个选择。我感觉我是河南的考生，我感觉没必要那么拼，给他们留一个机会，多留一个位置，我就选择出来了。当时申请主要还考虑到学费这个问题，我现在在萨大这边学费还算是比较低的。然后专业这个就是先找一个感觉中国人多一点的，我主要当时是自己想为了中国人多一点，万一听不懂好交流一下，然后就报了商科。然后现在就选择了商科这个专业，但现在今年我看那个和我同龄人来上学的，读那个计算机科学的蛮多的，这个我感觉算是热门吧。你说就是中国来的留学生是吧？中国来的读这个CS 对计算机科学的比较多。是的。然后少部分选择了一些经济啊、商科这些课。然后也有一些有目标的，很有目标性的，但很少的去学那些工程。一般都是不知道怎么选，可能就选计算机科学或者商科了。你有强烈的目的，就奔着工程或者一些医学院去走了。但中国留学生很难走医学这条路，我认识的基本都是本地的华人吧，算是他们有偏了，就在这边高中上的，比较想当医生、护士啊，就选择了那些护士那些课，而且他们的课有的要求7.5分的一个雅思成绩。对语言要求比较高。这个卫生压力也蛮大的。毕竟医学上它的很多专业术语啊，还是比较有难度的。经济压力也比较大，学费也贵，未来挣的也多。对，但是投入跟回报是成比例的，这个。是的，对。医生这个行业其实据我在这边的了解哈，还是非常热门的现在一个行业。自从疫情以后吧，然后加拿大这边的医生其实也是比较匮乏、比较缺乏的，所以你像在我们所在这个萨省哈，它其实医生一直是紧缺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读医学一直也都是本来就是北美一个非常热的一个行业。那么现在来讲的话，可能在疫情之后也是更加的非常抢手的这么一个行业，而且这个行业未来的收入也是相当高的吧？据我了解是相当高的。还算高收入群体的。对的，是的。当然也很辛苦啊，医生基本上随时都在待命，他的一个工作的性质也是非常高强度、高压的一个这个专业。毕业周期也挺长的。是的，对，这个都是可能我们学生和家长需要去考虑的吧，综合考虑的事情。那刚才我们有网友哈提问说，凯文现在在加拿大多久了？英语能跟上课用了多久？凯文是来2年了，跟他差不多那个时候来的。对，然后刚来的时候，我感觉其实问题不大。只是说可能上了12年级之后有一点难度。但是基本上都能追上来的。首先我想说一下，这个高中生不是一般高中生啊，人家雅思8.0分来的。8.0。你首先你有考8.0分的压力，你才会有高3，稍微有点压力听课。对，他还是蛮强的一个学生。还是要卷一下。你来的时候就已经考过雅思了是吧？我是啥时候考的？差不多去年新年的时候吧。也来之后考。对，但是刚来的时候其实感觉问题不大，那个课还算是能跟得上嘛。China 在国内也是公立学校出身是吧？对，不是私立。那你的英文其实还是自己在私下里面用功，还是用的。对，然后可能也跟我初中老师，我初中老师也挺不错的，挺负责任的。对。所以Kevin来的时候，其实英语是一个比较水平比较高的一个情况哈。然后来了之后，加上他自己本身是一个非常用功、非常自律的一个孩子，所以他自己知道是会把那个劲儿用在什么地方的一个孩子。所以这点也是给到大家一个参考，我们的孩子可能也需要自己有一个能力去安排自己的时间，然后知道
比如说我们该抓英语的时候抓英语哈，然后该选专业早点去选专业的时候选专业。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和这样留学生的一个交流哈，给到大家一些还没来的伙伴，你们可以更早更好的规划自己的这个留学之路，然后已经来需要在英语还是专业方面，还是我们的学分啊，然后择校各方面呢，也可以进行一个提前的一个思考和考虑。那你们现在学业的这个压力啊，还有时间安排，大概是什么个情况？都说这个加拿大来上学还是很轻松哈，对比国内的这个上学的这个情况。只是仅限于某一个时间段是挺轻松的。哪个时间段呢？就是还是放假可能放假作业偏少的，反正是其他其实也都大差不差的。但平时其实放学还是早的吧？对啊，作业很少的。看课后要干什么？课后是打算打游戏呢，还是睡觉呢，还是转呢？所以还是一个对自己时间的一个规划了。是的。这边其实大部分的学校，公立学校都是3点到3点半左右就放学了。差不多。所以放学之后的时间完全就是自我的一个自由支配。所以对于孩子自己怎么去支配他的这个时间哈，是一个考验。可能对于凯文不是什么考验了。刚来的时候可能是，现在慢慢改过来了。佩南呢？佩南现在的学业还可以是吧？就是现在大一。对，大一还好，因为他真的就你听一下课或者看一下课本，你去考试就是就仅对过的这个成绩还是可以的。你考一个优秀的成绩还是要下些功夫的。总体来说压力不是特别大，但是接触的尤其是大3或者大2、大4的学长，都开始慢慢有压力感了。考试考一个崩溃一个，对，所以还是要好好学习的。对，就是时间的把控吧。是的。对，平时还是要把心思放在学习上，不然考试的压力蛮大的。因为你们2个现在都是这个家人没在身边哈，都是自己过来。因为很多学生，无论是高中生、初中生还是大学生，其实，脱离了家庭的这个管束，那可能自己来到这个环境之后，对于自己怎么去安排这个时间哈，多少我觉得没有那么多孩子是自律的。在这点上，你们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吗？都知道说学习重要，然后先把学习做好了再去玩哈，因为这边也会有很多的一些可玩的哈，或者说有一些诱惑。得看怎么定义这个玩了，是打游戏呢，刷抖音呢，还是说就是有益于自己健康的那种玩？是看这个吧。不过自律呢，我觉得留学生嘛，的学费肯定是跟本地的不一样的，可以考虑下学费，1年那么贵，不可能白白花掉了。还是要珍惜父母挣的钱的。是，自律这个是对，不管是我俩还是谁，我感觉任何一个学生都是蛮难的。是的。但是考试这段时间都蛮自律的，都知道考试的重要性，这段时间都蛮自律的。是的。所以平时一个自律不很难，不很容易放松。像我们留学的这个城市，它就没有什么娱乐可玩，没有那么多高诱惑力的东西，所以没事也只能学个习或者怎样了。是的。跟大家这个普及一下哈，我们所在这个萨省是加拿大中部的一个草原3省的其中之一的一个省份和城市。那么这边可能不同于像多伦多啊或者温哥华这种大城市哈，那可能像刚才他们说的玩的特别多这边其实可能更加的一个安静，更加的一个这个平和。我可能也就是户外活动，像滑雪什么的会多一些，因为这边冬季比较漫长。主要就是滑雪，对，毕竟就是滑雪，野外活动嘛。野外活动，对，户外像夏天其实户外活动也会比较多一些，对，去徒步啊，然后去这边的一些省立啊、国家的公园去玩一玩。对，像温哥华、多伦多那唱 K、网吧这个地方没有的。是的。所以某种程度来讲，它也算是帮你自律了。是的。是的。那我看看这个网友还有提问哈，说，是的，我们这2位今天都是留学生哈。对，然后佩南申请大学的时候，有老师提供帮助指导吗？我是普高出来的，当时是找了一个中介，我先是他要了一个高中3年的成绩，然后要了一个会考成绩，然后学校盖个章给个信封，就帮我申请了。具体怎样，我感觉找中介都能解决吧。当时我是没遇到什么问题的，就要什么提供什么。具体的这个
月考成绩，高中3年的一个成绩就好了，然后有一个高中毕业证书你需要带过来的。我们这个学校，当时你入学的时候会检查这些原件啊、复印件啊、英译啊，这些都是要有的。也没有老师指导，只是选择这个学校之后需要提供什么就都提供了，就来了。其实选择萨省的大学还有一点，可能很多人都是奔着移民来的。哦，对，这边就是比较好移民，像大学生上完4年，可能拿到本科毕业之后，就给你一个算是工作3年吧，然后再工作2年，找到一个达标的工作，工作2年后你就可以完成移民了。对，蛮多孩子就是带着家里人的目标来的。是的，是的可以这样说的。是的，这也是大家在选择移民去哪儿，选择留学哈，去哪儿留学也会考虑到这个问题，因为来到这边，来到这个省去留学，可能接下来去留在这边的概率和容易的难易的这个程度哈，可能会更容易一点。Kevin，你有什么要补充？我看你，请说。相当于移民吧，这方面，现在目前可能跟我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现在可能只能就是先学习。对，你现在是顾好你的学业是最重要的。移民这个还是等大学毕业之后再说吧。是的。好，这边网友提问，说学校的健身房多不多？学校有，像我们大学就是专门的一栋楼，可以有健身区域，还有各种运动啊，羽毛球、篮球、台球，你能想的运动这边都有。你甚至还有各种比赛，冰球啊、橄榄球啊，这边只要这边算是热门的都有，然后都可以去。你的学费里面是包含的有这些费用的，你就可以拿着你的学生卡就可以自由进出了，就随时随地就可以运动了，就提前有的运动羽毛球啊，你提前预约一下就好了。对，这边健身有的学生就是在这边太无聊了，现在已经是健身大佬了。这边特别好，这边外国人喜欢健身，是的蛮好的。对，身体也是革命的本钱，对，把身体搞好了，这个各方面学习啊、生活啊，也能进一步的这个提高。那你们像留学生的身份，像这边社区其实也都有健身房啊，然后游泳馆啊，包括这个冰球场啊，这可以享受这个福利吗？社区是社区的，我们学校的是我们学校的，学校还有联赛的，是我们大学里面还有各种联赛。对，可以参加校队。对。其实加拿大本地的孩子可能从小还是在这个体育上挺多的这种项目。比较下功夫的。对。我感觉高中的体育生活也蛮丰富的，像旁边这个高中生骑马射箭，各种田径啊，都也蛮丰富的。是的。佩南不需要上这个课程，佩南来了，因为就是一个大学生准备上大学的一个身份了。因为有网友问你需不需要上那个其实我的原班就叫对，也是好的。大家有个问题继续，我们可以在直播间这聊天室放出来哈，谢谢大家的点赞。好，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语言哈，说了学校和这个专业。那现在再跟大家普及一下，现在Kevin去上的是本地的这个公立学校。那加拿大这个一般来讲，它的教育系统呢，主要有这么几类，私立学校、公立学校。那么公立学校里面也划分成普通的这个公立学校和教会学校那你现在Kevin，你现在这个高中是属于教会学校是吧？对，天主教的。就在选择这样的学校和普通的公立高中来讲的话，有什么区别吗？可能我觉得就是普通公立吧，就是老师没有那么多权利跟你说不，就是老师不管你只要不提什么过分的要求，老师不能拒绝你的。但是呢，或者说，只要不是违了特别大的纪，老师不会说随随便便就留校观察或者开除那种的。但是教会可能管的会稍微严那么一丢丢吧。对。基本上可能有点小违纪，可能就摊上事儿了，可能就是。可能普通公立只要不是特别大的违纪，顶多也就警告，可能也不会说通报批评什么那种的，不会的。然后还有区别就是，宗教学校你得上，有必修是宗教课。虽然我不信吧，但是还是要上的。那学业上呢？就学习上是基本上一致的，是吧？那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包括学英语、物理这个东西都是一样的。那大家如果在选择学校上哈，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问题，随时也可以问。有网友问说，上教会学校一定要信教吗？不用。不用。是的。
这个主要是跟着学校这个要求去。其实这边哈，那个据我了解，他们本地人对于这两种普通公立学校和教会学校，他们也是大部分是根据自己家长的这个情况。因为有很多这边的家长，其实本地人他是信教，所以很愿就直接会把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是放在教会学校里面去长大。那对于咱们从中国来留学生，其实没有这个划分的话也没有关系，他不是要求，大部分是不是要求有这个必须信教的这个情况，而且它里面的涉及宗教的课程可能也是比较少的。公立的可能也会有，但只是选修，你不一定要去上全面拿学分。但是教会是要求你上的，所以说。某种程度上来讲，教会的学业压力可能更大一点点，就多一项，相当于，而且管的可能稍微会严，但其实我感觉都大差不差的，明白，所以这点上，对于就是准备过来上包括小学哈，包括上中学的话，在择校上可能有这样的问题，我现在也会遇到有一些中国家长也愿意把孩子送到教会学校，就像凯文说的，教会学校在某些方面可能会管得严格一些，因为在这个宗教，你这东西吧，你可以不信，但是你不能侮辱他。对，你要尊重他，你要遵守他的那些，对，是的。那佩南呢？佩南在这个适应的这边当地文化上，你觉得有什么新的一些体会？主要就是你如果来大学选择住大学宿舍的话，就是可能遇到不同国家的人，你就尊重他们的信仰就好了。比如有的穆斯林啊什么不吃猪肉之类的，这些都还好，他们也明白这是一个很多就来自不同国家的一个地方，他们都彼此尊重。然后我们也不要对黑人或者一些其他人有人种歧视就好了。这边人与人之间都互相蛮尊重的，你不要搞歧视就好了，因为这个可能就直接把你举报掉，你就把你驱逐出去了。对，因为这个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可能涉嫌政治正确这种的。对，如果起争执，你就可以直接去校办公室说他不尊重我，就很危险。这一句话他就会很危险，所以你就做到友好相处就好了。对，说轻点可能就是歧视，说重了就是仇恨犯罪的那种的。所以这边其实对这个是非常的严格的。因为这块儿比如说黑人，然后原住民，各种宗教信仰的，同性恋，然后就是不同性取向的。对，这跟他在学跟他怎么相处。咱想到在中国，比如说同性恋嘛，或者不同性取向的，可能在中国它不是主流文化，但是在这边它是。所以说。它是就是被包容的。对。虽然中国可能也有吧，但它不是主流文化。在中国就是可能普通人对这方面没有太只要你可能不是这个群体的，可能对这方面了解不是很多。是的。所以刚才这有可能冒犯人家，可能会。这个有可能会冒犯人家的。所以这一点其实不光是这个问题，还有很多像这种宗教问题啊、种族问题，我们还是要抱着一个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哈。首先要去尊重别人，就像刚才佩南说的，不管别人怎么样，咱们要去先尊重别人。咱这边人，尤其是同龄人之间都相互理解的。你即使不小心做了一些冒犯的事情，你只要不是故意的，对，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就不要起争执之后就进行人格的侮辱，这样就好了。是的。听说这边就是如果要是被学校说你有这一方面的倾向哈，比如说歧视或怎样，可能会记入你的这个档案里面。轻的记档，重的可能就直接你别在这上了。就退学是吧？会。包括在你的最后，如果是假如说真不好，真被开除了，他会给你一张那个单子的，他会在上面留档的。对，说这个学生涉嫌怎么着。到时候如果你再申请别的学校，可能都算是人家就算申请进去了，人家对你都是有戒备心的。都觉得这个学生有前科，万一在这学校再搞这个东西。对。那你们自己的感受和你们自己的经历里面，你们有遇到过这样类似的不被尊重的时候吗？我们是怎么着？不是我们学校，另一个学校。就是疫情刚爆发的时候，不都是说是从武汉传出来的嘛？然后就说就是对亚洲人就说你是新冠病毒怎么着的，然后最后被查出来了，说那亚洲人是新冠病毒的，直接就 kick off 了，就是相当于就被退学了。就是强制退学的，不是说跟你谈话说你退学吧，就是谁来都没用，直接退学。非常严格的一个因为说好听点，说不好听点，可能留学生一个人那么多学费，万一是说因为这个跑了一个，对他们还是有影响的。对，可能小点是对学校有影响，说大了对整个教育系统都是有影响的。是的。说这个教育系统允许
高中，尤其是搞就是其实这个东西的，可能对他的整个教育系统影响都是很大的，所以还是非常严重的万一搞一个事情。这个很严重。老师们可能也都非常在意这个。对，是，万一摊上这个事儿就大了。是的，是的。别的有什么补充吗？大学蛮好的，大学生都比较很理智的。还是因为他已经是来自全世界各个方面。都蛮理智的。因为留学生主要占比还是大学生。是的，是的，所以，尤其是像佩南说，大学生其实来自五湖四海哈，大家就是本来就有一个心理预期，这就都是从各个地方来的。我来看看网友们的问题哈，有人在夸 Kevin 头发哪里整的，很利索。还有网友说，你们两个现在是住在学校宿舍，还是住在 homestay 或者是什么地方？我是当初申请完之后想住一个 homestay， 但那时候因为疫情就没有这个选项了。对，然后就直接住了宿舍，住了1年半。现在宿舍蛮抢手的，就暑假来忘订房间了，现在就找了一个民宿。有的宿舍就直接包饭，那个价格也高一点，就各种各样的宿舍。像我们这个学校，萨城这个学校就蛮抢手的，每年就你如果不提前几个月预约的话，可能就没了。对，所以还是要提前自己要有一个规划和打算。对，一般学校也是比较乐意去照顾新生的。你有些问题，你去申请一个邮件，就积极发邮件，他是能积极帮你解决的。主动去问学校是吧？对，是的。就是不要高中、大学都不能等学校来问你，你得主动出击嘛。对。所以这个也是在留学这条路上面对自己锻炼挺多的一件事情。提前让你们就是有对自己的生活呀、学业呀有了一个更自主的一个安排。是的。什么事情要想在前面一些。好啊，然后网友还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抓紧最后的时间哈来问我们的佩南和 Kevin。那你们就是我们整体上来讲哈，因为我们现在平台有很多可能是关注未来留学或者是来加拿大的人，或者是现在正在当地上学的人哈，那你们对他们的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刚才已经有很多很好的建议了。对，建议这边没什么好的建议，因为像我和 Kevin 算是在这边独立生活的，就是被迫就学习了一些生活技巧啊、技能啊。有父母跟着可能更好一点。对，有些父母跟着的，我感觉就不需要什么建议了。对，主要还是一个英语学习的过程。你英语学习就要勇敢一点去交流。当然有大部分学生就是不敢去交流或者去接触外面的世界的，他们有的就自己搁这儿暗自学习，想离开这里也有，但大部分学生都是受到某些环境的压力下就变得更加积极了。对，所以没什么好的建议。已经非常好了，很棒很棒。那交给 Kevin。大学小学吧不知道嘛，然后高中可能就是有的中国就是也不一定是中国学生嘛，就是母语不是英语的，可能它不是绝对性的，但是多数可能是要多上1年的。就是多上个13年级，补一些主要要修的课嘛。对，反正这个肯定是要对1年学费的，但是我觉得把这1年学好，因为一般多补出来这1年都是学一些比较重要的课了，都是12年级了，都是大课，重要性比较大的，所以说这1年多少还是要好好学习的。就前面再怎么玩，这1年还是别玩了，还是好好学习了，要不有点浪费学费了。所以这2个孩子真的是特别懂事的孩子哈，就是一个是很为家里面去考虑，再有的话，他们其实很知道自己的那个时间和精力该用在什么地方。即便说这边有该休息的时候也休息，但是其实该学习的时候要先把自己的学习搞定。主要还是学习。主要是学习。对，好的。我看网友说，你们身边有不适应的孩子吗？他们的主要问题有什么？确实有不适应的孩子，但他很少数，就有的可能就是不太善于社交，或者社交失败了，就感觉很难去，容易封闭自己。对，封闭自己。有的家里条件好的，可能就给他换个学校，但是还是会面临同样的问题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社交的。这边大部分都可能有朋友就一起来的，像我这种个人来的也很少。你主要做到一个积极交流就好了。对，这边还有学生，主要还是一个想家吧，
一个想家，还有一个社交，还有一个不社交，就这3类。不社交都是可能平时也比较腼腆，这女生比较多一点。但是你报课，我们中国学生虽然少，但总归还是能遇到的。有些就是会成为课友啊什么的，都蛮好的。这边的大学生感觉基本上不会有这些太大的问题。对。凯文有补充吗？基本上有不适应的肯定是有的，但是呢，基本上我认识的也就不适应1-2个月，后面因为环境压力，他也被迫得适应了，因为不适应也就没法在这生存了。所以说，这要是适应不了的，我觉得那也可能只能就回国了，这个也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是的，正好问到说不适应社交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好，这个钱很内向吗？好像钱这种比社交很厉害的，社牛中的社牛哈。对，我们学生就有些就很佩服这种我们说的那种社牛，就真的说让他拉个群，直接拉了100多位学生啊，就很猛。当然不喜欢社交的，基本很多，每个人都上来说自己社恐，但你和他聊开了，都蛮开朗的。所以主要就是有的人喜欢就被迫社交吧，这边的学生都蛮积极的，因为中国学生不是那么多，然后对你必须是要和外国人接触的，但我也更倾向于多和外国人去交流一下。一开始我也很腼腆的，就不敢和外国人进行各种交流的，但是我的室友都是外国人，有时候交流下来满头大汗，我感觉很不好意思，但后来交流的多了也没啥的，就聊着聊着反而锻炼英语水平了。他们也无聊，也乐意去跟你交流，也乐意去交流各国的文化。然后中国学生之间就你只要不是不怀好意的过去交流，感觉都能交流，对，交流上来的。就包括有些女生就很腼腆，就可能会绕着你走之后，这种学生，你有些事去问正经问题，还是很乐于聊上的。慢慢就成为好朋友了，就玩开了。学生之间都基本上都不会是一个人去生活的，基本上都有2-3个朋友。少的1-2-3个，对，好几百个都是。对，你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不用担心孩子会有社交上的问题。对。我们正好下一期预告一下哈，我们下一期就准备请这个社牛中的社牛，我们的钱同学。我们的钱同学。对，然后因为他现在也是厦大在读的学生。来让我夸一下我这个钱同学，这个钱同学钱同学是以前的，乾坤的乾。乾坤的乾，对。他是我这边认识的第一个算是比较有缘分吧。当时住宿舍，我就在逛一个商场买我的被褥这些东西，然后遇见2个中国学生，我很兴奋的跑过去，终于遇见中国学生了。然后我说有类似群啊什么之类的，把我拉进去，然后他们就欣然同意，就把我拉进去之后，然后我就在那群问我宿舍这边有谁，然后就遇见我的这个学长了，刚好就住我头顶，然后都蛮热情的，就包括带我社交啊，带我去吃各种食物啊，都很乐意去带你的。不光是他，就各个学长，你有困难去找他们，都很乐意去帮你一把的。然后我和他的缘分也蛮深的，就当了我几个月保姆，当时也不会做饭我们就对钱买点菜，他就给你做好，还不用刷碗，都蛮好的。这种的学长虽然很难找，但是你继续交流还是能碰上的。对。是的，就总会身边有这样的这个非常有正能量，然后很有热情的同学出现。对，中国学生都蛮热情的，这些学长学姐，对，包括一些外国学生，你看着他就积极开朗，你过去和他聊，他也很畅聊的，不会说你有帮忙就把你给忽略掉，或者是完全不听你去讲话，这边是没有的，这边外国学生也蛮好的。对，就之前宿舍遇见了一个学长，就是巴西的，当时心情不好，他能看出来，然后他就会积极和我聊天呀，讲一些事情，就蛮好的。这边的同学之间的关系，我感觉都是蛮融洽的，都有一个很好的氛围。对，但是不排除极少数的。对，当然学生之间还是会有少许的矛盾，但这些都对，但都还好，大体上还是蛮 OK 的一个环境。
特别好哈。我就说他们，对，你有什么补充他的？基本就是跟他差不多，高中也差不多。对，高中认识的第一个人或者朋友，基本就是因为这边高中嘛，你确定入学了，办公室或者你的 counselor 辅导员嘛，就会找一个可能跟你同一节课的，因为那时候你学好课表了，会给你找你同一节课，或者说他认为你俩可能会交上朋友的那个人，带你转一下学校，建议你那个教室在哪儿，课是哪个老师给你上什么，反正就笼统的介绍一下嘛。基本上第一个朋友就是那个人，就是带你的这个人。对，当初那个人是一个从那个叫什么国家，那个玻利维亚来的一个小姑娘，对，她带的我，所以她应该算是我在那边认识的第一个朋友。哇，是的，高中基本都是这样的。现在还是朋友是吧？现在对，所以学校其实也是很暖心哈，他会他会给你配一个人专门转学校，是的，了解一下哪跟哪儿都是。好的。那还有一个途径呢，其实刚才他们也提到哈，他其实有很强大的适应能力。然后呢，学校啊，包括他们身边的学长啊、朋友啊，也会提供很多的帮助。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是来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留学生和新移民的一个平台，也是聚集了这么多像凯文和佩南一样的这么优秀的孩子们，以及今后我们可能还会推出新移民的系列访谈哈。那也是希望在这样的平台上能给大家多介绍这样充满正能量的孩子和朋友们。希望他们的留学经历、他们的移民经历能给到广大的在加拿大或者在中国的这些朋友们更多的经验、更多的一些心理上的支持。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这个小助手哈，然后小助手会帮助大家拉到我们的这个留学生和新移民的群内，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去进行交流和相互的支持。那现在我们呢，也是刚刚推出了最近的一个读书会，现在我们在读非暴力沟通。欢迎大家呢加入我们的平台，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读书会。无论你是在这边上学，还是无论你在这边刚刚过来，还是说你在国内，我们都可以在线上在共同学习和读书，共同去成长。获得更好的一些个人的成长啊，还有包括交流的一些能力的提升。宗旨呢还是说，我们希望大家的无论在哪里生活，无论在哪里学习，大家能有一个更加美好的生活。那好，那今天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的直播也就暂时告一段落哈。然后我们下一场直播大概是会在1月初，我们会同样邀请一位在本地的留学生来介绍一下他自己的一个留学的生活哈。希望我们这样的访谈的方式能够对大家有一些的帮助。好的，那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关注，拜拜。